他是初唐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得力重臣，褚遂良以刚正不阿的品格和卓越的政治见解闻名。而在艺术领域，他凭借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创新，推动了唐代楷书艺术走向新的高峰，在历史的长句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嗨，大家好，我是天福，我们又见面了。上期视频我们去湘潭市探访了学府之塔高峰塔，这期视频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湘乡市，它也是属于湘潭市管辖范围内的，来探访一代伟大名臣褚遂良的一个宫池。褚遂良提起他，大家会感到陌生，但是当我提起魏征、武则天、唐太宗等人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猜想到褚遂良正与这些人物产生了一段深远的故事。接下来大家跟随着我的镜头一起走到他的宫池，去看看他传奇的一生。在我面前，也就是褚遂良宫池的马路对面，有一块指示牌，清晰地写了曾国藩诗文岛、曾国藩生平研究馆的一个指示牌，它就在褚遂良宫池的右手边。大家如果对曾国藩这位晚清的名臣感兴趣，也可以去进行参观。它是始建于唐代，历经多次重修。南宋绍定2年至3年，也就是公元1229年到1230年，湘乡县令邵志信重修。元代至元年，也就是公元1321年，湘乡同治窑重修。到了明朝的末年，褚公祠毁于兵乱，清代呢又历经修复。康熙时候，褚公祠的洗笔池由笔招春吟成为湘乡8景之一。现在我们在这个褚公祠的外面正大门，可以看到整个褚公祠的建造风格跟旁边的现代建筑有着鲜明的对比，非常的突出。在这个地方，它的外墙是用青砖石灰墙建造的，然后上面飞檐翘角，一些烽火墙非常的突出。大家跟随我的镜头进来，看到这个大厅上方就有一个硕大的天井，我们还能看到烽火墙雕刻的非常精美，上面还有一些琉璃瓦。然后这个天井，在我前几期视频当中拍摄的一些宗祠都会有提到。天井呢，它最大的作用呢就是聚雨水，雨水从上面流下来。然后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肥水不流外人田。那个天井下面流下来的雨水呢，它有寓聚福泽，还有采光，方便采光的功效。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明沟，还设置了这种暗沟，暗沟是我们看不到的，也就是在古代大户人家，他们通常在家里的院子里都会设置这样的天井，然后雨水从这边滴落下来，然后再聚集从暗沟排到自家门前的池塘里面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这样的一个寓意。我们先到右手边来参观一下。现在在这个大厅，这里是门上的匾额是褚遂良生平厅，这里应该是对褚遂良一生的生平介绍。这里有褚遂良的画像，
褚遂良是公元596年到公元658年，唐朝的政治家、书法家。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后在唐朝任谏议大夫、中书令、右仆射等职。唐贞观23年（公元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后反对唐高宗纳武则天为后，遭贬潭州，也就是现在的长沙，任都督。武后继位后呢，转任贵州，也就是现在的桂林都督，再贬为爱州，也就是越南清化刺史。唐显庆3年，在公元658年逝世。这就是他一生的概括，一贬再贬，对吧？因为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出身名门，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他的先祖世居阳曲，也就是河南禹县。那至12世是晋安东将军扬州都督楚，才随晋文帝渡江，使迁居丹阳，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涂县。后面才移居到了杭州钱塘，所以我们后面就称他杭州钱塘人。宁波的余姚市鹿亭乡小云村的褚氏祠堂还供奉着褚遂良的牌位。那么现在的图片上就是有褚氏祠堂，大家可以看一下。褚遂良在隋文帝开皇16年，也就是公元596年的时候，生于长安。你看，这是长安以前的盛景。当时的长安非常的繁华。对，唐朝最兴盛的时期。褚遂良出生于名门贵族书香世家，高祖褚淹为良御史中丞，曾祖褚萌为太子中舍人，祖父焦为丞实秘书监，父褚亮，隋文帝时任散骑常侍一职，公元611年任太常博士。也就是在公元618年，李渊建立了唐王朝时，褚遂良在甘肃。褚亮是隋为东宫常侍，因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这个是对他父亲的介绍。唐朝建立以后，薛举进京京城长安，途中突然死亡，他的儿子继承父业。公元618年，李世民包围薛营寨，薛部下投降唐军，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从此进入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这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画像。这里是描述褚遂良进入李家王朝后被任命为秦州都督府凯曹参军，掌管军务。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曾对长孙无忌说：“褚遂良耿亮有学术，恶曾轻于政，若飞鸟依人，自家怜爱。”也就是李世民非常欣赏褚遂良的才能才华，所以告诉长孙无忌要重用他。这里是贞观10年，也就是公元636年，褚遂良由秘书郎出任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这是长安大明宫的一个图。说到这里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曾经唐太宗试探性地问褚遂良，他说：“如果我做错了某件事情，你是否会一一的记下来？”
那么褚遂良就说：“我的职责就是掌管手上的笔，你的一言一行肯定是我要如实的记录下来的。”这说明他非常耿直、公正、公平的处事风格。公元621年，褚遂良父亲褚亮成为李世民文学馆国事顾问18学士之一，主管文学。那褚遂良在文学馆管理日常事务，人们把他称作馆主。此时褚遂良学识与日俱增，那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个图像分别为欧阳询和虞世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他有这么好的老师教，所以他也成功了一半了。贞观12年，李世民是同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逝世，太宗感叹息道：“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那么魏征将褚遂良推荐了给太宗，太宗即刻令褚遂良为世书。这里是魏征的画像，和唐贞观17年立于礼泉县昭陵村五凤山魏征墓前的魏征碑，也就是当时的虞世南过世了，李世民就感叹：“哎呀，现在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好的书法家了。”这个时候的褚遂良得到魏征的推荐，所以他就可以大展宏图。在政治官场上，李世民即位后曾用重金购买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天下人争羡，但不能分辨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呢十分熟悉，他可以丝毫不爽的鉴别，深得李世民的欢心和信任。这是王羲之的《兰亭序》拓片。《兰亭序》是非常著名的，天下人都知道了。太宗下诏准备赴泰山封禅，褚遂良持不同意见，太宗采纳，下诏停止封禅。当年褚遂良迁任谏议大夫，兼任起居士。上面这个是泰山五岳独尊，山东那里吧？对，贞观期间，薛延陀派使者前来求婚，太宗答应把女儿嫁给薛，并收纳了聘礼。但不久，太宗又不同意。褚遂良上书说：“诚信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归宿，陛下以降皇恩。”又改毁婚约，有损国家的声誉，信国家珍宝，百姓的依凭。如失信，百姓怎么会依靠陛下？他劝太宗把公主嫁与薛延陀，成全陛下的诚信。所以太宗听从了褚遂良的意见。所以说，褚遂良是继魏征之后又一个敢于跟皇家直言进谏的一个名相官员。贞观18年，也就是公元644年，褚遂良任黄门侍郎，开始参与朝政了。任期内，他前后谏奏及陈辩遗书数十件，多数被太宗采纳了。所以褚遂良他遇到了一个明君，也成就了他的传奇的一生。贞观22年，太宗恢复他黄门侍郎之职，并提升为中书令。辅佐大臣。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太宗病重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继霍光、刘备赐葛亮，朕之后世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患，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提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图为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就是唐太宗在弥留之际，他把李治
托付给这2个肱骨大臣，让他们辅佐他，就像汉朝的霍光和那个诸葛亮辅佐幼主。贞观23年6月，李治继位后，年仅21岁。他继位之后呢，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升为河南郡公。不久因宦事出京，贬为同州刺史。永徽3年，也就是公元652年，高宗呢又把褚遂良召回来，征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3品，兼修国史，担任光禄大夫，兼任太子宾客。永徽4年，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里是高宗李治的画像，这里是被称为楚河南，河南郡公嘛，所以称他为楚河南。这里是他辅佐大臣的一个介绍。循行乡乡。公元640年，14岁的武曌入宫，成为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他曾削发为尼后，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高宗宠幸。这个就是我们读历史都知道，武则天她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并且改了国号为周。当时永徽6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准备废黜王皇后，册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那褚遂良当时坚决反对，高宗册立昭仪为皇后，然后褚遂良呢就被降任潭州都督。这幅图是唐代的疆域，当时唐朝还是属于盛唐时期，疆域非常的辽阔。这个是褚遂良在洗笔池旁赋诗挥毫。唐朝时，湘乡是潭州的重镇，交通要塞。在县治北数百步处呢，有一个僧寺，名为感应寺。寺侧有一个水池，池底灌木长藤，参差掩映，池内清水碧波荡漾。这也是描述这里的感应寺里的一些情景。褚遂良贬潭州任都督时呢，常在这边驻足。还有很多拥戴他的百姓，有他喜爱的淳朴民风。他来湘乡巡行时呢，常驻感应寺。那临池与僧友人宴集赋诗，洗笔于池，池中即现浮云轰然之情景。宋时县令赵自信取名为洗笔池。每春云四合，缭绕池上有默契蓬勃之势，相传为湘乡8景之一，曰笔照春云。你看这里是有个洗笔池，但是现在估计都已经看不到了，因为年代非常的久远。千百年来，湘乡人民一直敬仰褚遂良这位耿直的忠臣。他忠孝爱国，刚直不阿，敢犯龙颜直谏，坚持刚正而不迂曲，不以生死而变其心，忠节之气充塞宇宙而不朽。他是初唐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誉为字里金声，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香。他巡行湘乡期间呢，走村串户，体察民情，关爱百姓。车辙所到，笔下所书，皆为百姓所爱戴。那褚遂良逝世后，人们自发的在洗笔池旁祭祀他，在感应寺旁建祠纪念，把褚遂良的爱国精神、高贵的品德以及书法艺术传给后代，流芳千古。上面是楚公祠的旧貌。那么在绍定年间呢，建祠以来，千秋岁月，风雨吹蚀，后面经过了几代的修缮，才成就现在我们所参观的这个景象。这个是后面修复好的楚公祠，也就是我们刚刚进来的大门所展现的一个景象。平反昭雪，因为他反对武则天称皇后，所以
被一贬再贬。这里是介绍它是平反，在神农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在褚遂良死后46年时，他得到了平反，武则天遗诏恢复褚遂良的爵位。天宝6年，公元747年，褚遂良作为功臣，配祀于高宗庙中。褚遂良生平大事年表。德宗贞元5年，公元780年，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有同样的功劳。凌烟阁24功臣并列。时间是隋文帝开皇16年，生于长安。然后这是他一生的生平事迹。比较重要的大事件的一些介绍，他所任的职位，享年是63岁。楚公忠孝爱国、刚正不阿的思想经处穿越历史尘埃，历久弥坚，熠熠生辉。这个是《唐书》卷80载所列的一些历史记载。还有一些关于他的书法造诣方面的孝义处世宗谱，2011年2月20日的周刊。他的书法造诣之所以那么高超，他毕竟也是受到了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这个是褚遂良庙碑拓片，残破不堪了。现在，因为他那个年代距离我们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这个大厅我们大致的介绍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在另外一个大厅去看一下。现在在我镜头前的是一个亭楼，叫凌烟阁。飞檐翘角。现在在我右手边的这里是一个重修楚公祠唐迹的一个功德碑。它是公元2017年10月重刻的。这是重刻的一块碑，距离现在也有10来年了。这里的地面都是用青砖铺砌的。现在整个这个楚公祠的最后面的这一进大院是一些现代书法家在这里开设的一个工作室，吴建雄书法工作室。我们去里面看一下这些书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这些字。这个是对吴建雄的艺术简介，他的还有童志雄书法工作室，不同的字体有不一样的意境。大家看一下这里的书法字体，对书法有研究的网友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草书还是行书？因为褚遂良本来就是初唐4大书法家之一。我们现在走到大厅左手边的这里的一个房间，这里有一些石碑，应该是年代比较久远，放在这里展览的。这个看起来像是汉白玉石刻碑，上面的字看得不是很清楚了，甚至这个碑文都有开裂的样子，后面是经过修复的。这个是一些功德碑，
然后这块碑文呢，也是在清道光4年，有公元1824年，王昌府读修楚公祠、临渊阁、洗笔池、感应室装修各殿金像，费用达到4350两。当时的募众购买田产房屋、原土、搪瓷，这是功德碑记载的一些事件，都是关于修缮这个重修楚公祠的一些碑文的记事。这个也是楚公祠堂记碑，湘乡州判官彭志尧等人撰写的重修楚公祠堂记。这个是宋林魏了翁鹤山在宋昭定2年（公元1229年）湘乡县载邵志信重修楚公祠撰写的楚公祠堂记。这些碑文是重刻的，在2017年的。这里也有好多楚公祠原始构件。这些石头都是之前始建楚公祠用的一些石料，看一下，非常的古老。你看这些石刻雕花非常的磨损很严重啊。对，但是它的这个雕花的那些纹路啊，还是清晰可见，所以感叹古人的那个工匠艺能。当时的工艺是非常好，技术非常的。这是楚公祠历史的沿革，它是湘乡人士为纪念唐代耿直忠诚大书法家褚遂良而建的这样的一个公祠。好，现在我们到另外一个区域去看一下褚遂良书法展厅。前言：褚遂良是初唐政治舞台和书法领域著名的人物。他的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的一些风格，而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他的书法妩媚典雅、端庄绮丽，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我们现在面前的是一些他的书法的一些造诣，这是山河帖，不过这个是复制品，褚遂良书法的山河帖。即使是复制品，但是依旧可以看出褚遂良他有非常优秀的书法造诣，深厚的文化底蕴里面。这是全部是对他书法的一些记载，《长风帖》《楚模兰亭序》。对于书法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感叹古人的智慧啊，这些书法呀，登峰造极的一个状态了。这边的结语是说，褚遂良书法在唐代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书的新规范一出，天下毅然相从，竞相学仿，成为一时的风尚。楚同时或稍晚的王之敬、王行满、晋客等人都是学楚而有成者。从那以后，历代书家均或多或少的受到褚遂良的影响。大家可以看一下英文对照、中英文对照的介绍。
在中间大厅这里有一些高大的石碑，圣教序禅碑，在2016年修复楚公祠在遗址出土褚遂良所书这个禅碑，这里是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明代嘉靖25年呢，公元1564年碑正刻大唐三藏圣教序，刻面重立楚公遗书碑记，也是在出土的遗址上出土的一些碑文。面前的这个是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唐太宗李世民撰文，中书令褚遂良书，永徽4年10月15日建的原碑镶嵌于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这个碑是在2017年10月复刻的，也就是原碑在西安，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去西安这个大雁塔，可以一睹它的真容。这个是大唐新式碑复刻品，这里因为劝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所以被贬为潭州都督。在这边以陶公山游石塔寺时，见世宇宏伟，触景生情，面对长安，悲愤交集，奋笔题写了大唐新式4个字，并刻为石，以隐示匡扶大唐之意。于是此寺又更名为唐兴寺，原物藏湘潭市博物馆。就是一块这样的碑，大唐兴寺，这也是出自于褚遂良之手，书法苍劲有力，对吧？大致的看一下这个石柱，非常的这个碑非常的厚重。好，楚公祠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相信大家对褚遂良有一定的了解了。通过我们观看我们的视频，我们的视频主要讲述的是一些历史人物的真实故事，而不是捏造的，带大家了解这些古代有名的人物的一些传奇故事的一生。今天参观完褚遂良公祠，让我对褚遂良这位人物感受很深。他这种豪爽的性格，敢做敢当，但是他这种性格却让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对他这种性格感到不适，所以他想要将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思想全部都发挥出来，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要遇到一个好的君主，才能将他的才华全部都发挥出来。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褚遂良的生平事迹，也可以亲自来此地参观，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期视频再见。感谢大家的支持。